斯特利姆剥削。费老黑的实力究竟有多强，能够轻轻松松躲开泰罗的究极大招，眼见无法对贝利亚造成实质性伤害，泰罗一个冲刺将贝利亚推向了光之国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却给光之国带来了灭顶之灾。只见此时的光之国战士早已严阵以待，在一阵烟尘散去后，贝利亚毫发无伤，泰罗像小鸡仔一样被扔向一边。原以为成千上万的奥特战士能够生擒贝利亚，然而全部化身杂鱼水泡。最快最强麦克斯首先被敲飞，随后更是被一棒子打得丧失战力。在一番蹂躏之后，贝利亚用战斗仪来了个一炮一拳小能量，直接演变成了被老黑单方面的屠杀。有点牌面的梦比优斯和希凯利，即使利用光线也无法破防贝利亚。梦比优斯更是被贝利亚抓住机会，一发光鞭束缚住身体，直接被甩向空中。随后，压轴的昭和三奥终于出手，展现了极强的格斗技巧。在扔掉披风之后，三奥飞到高台之上再战贝利亚。然而，即使拥有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，面对拥有终极战斗仪的贝利亚依然不够看，无论是速度、力量都被稳稳压制。贝利亚更是一闷棍直接将初代以及赛文打落高台，坠向地面。只剩无敌的佐菲，佐菲在两脚飞踢之下拉开两人的距离，随后发射最强的7-8光线，而贝利亚再次用终极战斗仪破解其攻势，一脚直接将佐菲踹向地面。无敌的佐菲又倒下了，直接昏厥了过去。眼看贝利亚来到火花塔，杰克、艾斯、艾迪也终于出现，葫芦娃救爷爷的戏码再次出现。贝利亚首先便挑落杰克的奥特标枪，并将其一棒子锤飞，随后又躲开了艾迪的光线，在锤飞艾斯之后，再次躲开了艾斯的切割刀。眼见不敌的三奥随即发射大招，可万万没想到直接被终极战斗仪格挡，甚至直接将合体光线推毁。三奥被击中后倒地不起。就在被老黑即将夺下能量核心之时，奥特之父终于出现，这对昔日的好友再次相遇。贝利亚，你已经丧失了奥特战士的精神了吗？然而此时的贝利亚早已丧失了奥特战士的本性。就在几万年前，奥特之父和贝利亚曾是并肩作战的好友，但同为奥特一族中的佼佼者，两人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路。贝利亚基于更强大的力量，火花塔强大的能量让贝利亚迷失了本性，随后便被驱逐出了光之国。然而宇宙统治者雷布朗多星人入侵了贝利亚，邪恶贝利亚也就此诞生，随即便用终极战斗仪率领100头怪兽复仇光之国。可就在即将横扫光之国之时，奥特之王及时出现，只见其双手释放能量，便将贝利亚封印在了宇宙监狱中。然而就在几万年后的今天，由扎拉布星人假扮的奥特曼夺取终极战斗仪之后，仅仅一发能量就破开了宇宙监狱的大门，随后便释放了被封印的邪恶贝利亚。贝利亚随即便开始了对光之国的新一轮复仇。然而没有了奥王的降临，几乎没人是邪恶贝利亚的对手。即使历经几万年，奥特之父展现了极强的战力，甚至在体术上完全碾压贝利亚，然而还是被终极战斗仪压制。泰罗的及时出现也挡下了关键一击，随后在奥特之母也被击倒后，光之国已无人能够阻挡贝利亚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贝利亚拿走能量核心。失去火花塔的能量之后，整个光之国瞬间被冰封，所有的奥特曼都未能幸免。还好赛文以及初代利用奥特屏障堪堪躲过冰封。为了守住光之国的最后一点希望，泰罗准备燃烧自己守住最后的一丝光芒，而此前被甩向空中的梦比优斯成为了幸存者。可此时的光之国已是冰封万里，毫无生机。在初代以及赛文的授意下，梦比优斯准备寻找能够击败贝利亚的地球人雷蒙。是和贝利亚有着相同遗传基因的地球人雷奥尼克，他拥有雷布朗多星人的血统和操纵怪兽的能力。如果有他在，也许会帮助我们打败贝利亚。那么他现在在哪呢？画面一转，雷蒙以及队友正驾驶着盘龙号探索着宇宙，随后他们便来到了行星迪恩德。然而刚着陆便遭到怪兽扎拉嘎斯的袭击，雷蒙随即利用战斗仪召唤出哥莫拉进行战斗。势均力敌的战斗让雷蒙陷入苦战，幸好在盘龙号的配合下，雷蒙利用其破绽操控哥莫拉将其一击必杀。可当战斗刚刚结束，又有一束光芒从天而降，负伤的梦比优斯二话不说便将雷蒙带离了此地。随后未来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知了雷蒙，而奥特一族的历史面纱也就此揭开。